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没赚钱吧？为啥呢？行情不好，市场不好，没赚到钱怪市场，对吧？那面具人我就纳闷了啊，你说市场不好，那什么苹果、三星、索尼、任天堂、Steam， 干脆都别活了，直接躺平好了。但是他们没躺平呀，他们不但没躺平，反而生意还越做越大。可是咱们反观币圈呢，币圈全都躺平了，死的死，跑的跑，腰斩的归零的都不少。那我就奇怪了，为啥市场金融政策一变动，币圈就直接死给你看呢？那其他行业为什么没说是这样呢？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现象就可以看出来，目前的币圈从根本上来讲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没有价值支撑，完全靠信仰、夸大宣传，什么比特币上10万，以太坊上3万，翻个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的这种虚假宣传营造的假信仰来维持的，一旦经济紧缩或者变动，那它就死给你看。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对比啊。比特币在2022年下跌了80%多啊，以太坊呢也下跌了70-80%，其他的币更不用多说了，彻底死了啊，或者是跑路了、腰斩了、归零了啊，腰斩都算是好下场了啊，没有归零都算不错了，项目方还能发个推特就已经是对得起你了。好，这是加密货币的数据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所谓的市场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传统行业的表现。任天堂在2022财年第3季度的财报显示，该季度内任天堂营收为62.7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3%，营业利润为22.7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威社，也就是 Steam 的公司，2022年的月均用户增幅为2.34%，算下来呢，一年差不多有25%左右的增幅了啊。索尼2022年第2季度的财报共录得销售收入为27519亿日元，较去年同期大增16%。相对比较疲软的三星，它的财报增长同比也只下降了13.7%。那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出了一个行业一个项目，如果说没有产品、没有服务去支撑，光靠什么布道信仰呀、夸大宣传呀、什么100倍、1000倍呀，其结果就是你们所见的一跌再跌，一直奔着归零去，或者是动不动给你腰斩，动不动给你跌个80%-90%。那这种情况呢，在正常的正规公司传统行业里面是非常少，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啊。很多人会说啊，马斯克的身家也跌了，但是面具人，我想告诉你啊，马斯克背后到底是咋回事儿？我希望你们自己可以去查一查，它只是一个个例。你们去看很多传统的公司，这2年呢不退反进啊，都还在增长。可是币圈呢，币圈全都是死给你看。面具人，我今年给我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我不炒币了，我退出炒币这个圈子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圈子没啥好玩的了，你只要跳进去，你绝对是死，绝对是亏啊！我有再多的钱，我也不炒币了，因为整个行业现在没有啥值得投资的项目。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打假项目方，所谓的高大上。各位听懂了没？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打假项目方所谓的高大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点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节目能够帮助到你，就请点击转发分享，并且呢，把你们转发分享到比如说 Twitter 呀、Facebook 呀、Telegram 的这个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会从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钱，作为你们转发的奖励嘛。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把这期节目仔细的看到最后，因为我会在节目的末尾送出一个白嫖稳定币的福利给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能让你在网上兼职赚钱的好方法。好，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打假项目方的高大上。大家先来看这几张图，看到没？我相信有很多网友经常都会在网上看到，这个项目方获得了几百万的融资，那个项目方获得了几千万的融资，对吧？这个轮融了几千万，那个轮融了几千万。然后呢？各位，你们发现了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些项目90%都是没有下文的，或者是
借着融资呀，有机构给投钱了，有大机构给站台了打一波广告，做一波宣传以后，让韭菜们看着好像感觉牛逼，哎，我们赶紧买。然后呢，韭菜们就送韭菜送人头被割嘛，割完了以后呢，各找各妈，各回各家，就散伙了，就没有下文了。好，面具人，我来给你们揭秘其中的奥秘为什么这些看起来那么牛逼的拿了几百万、几千万风投的项目方，到最后都没有下文了，到最后都是个死呢？或者是跑路，或者是把韭菜给坑了？为什么？来，面具人，我给你们讲一下行业的专业的信息机构投资分为2种，股权融资和借贷融资。主要是这2大类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我就不多说了。主要说这2类，这2种呢，在你现在去操作基本上都是高杠杆的，因为普通人想要找到机构给你投融资，就必须要有关系，要找到有路子的人。那这种有路子的人，我们一般叫做融资经纪人，说难听点就叫拉托的。这类人呢，主要是靠自己的人脉去拉投资，靠这个拉了投资以后的抽成去生活。比如说拉1000万，他抽个300万，有的狠的呢还能抽500万的。这个行业的提成基本上就是30%到50%。他如果能给你拉来1000万的投资，他至少是要抽个20-30%的，这是最少的，还是关系跟你不错的情况下。有些人呢，直接就是给你抽50%也就是说，从一个公司拿到投资开始，它就有着巨大的泡沫。这其中的借贷融资月息一般都是2%到3%，而且资方随时可以撤资，要求项目方还钱。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逼着项目方想尽办法的要割韭菜去坑人。不过能走这条路的项目方他们也都不是啥好东西。他们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先借来一点钱，把项目做起来了以后，讲好故事，然后把大家一割，钱收割过来了，给甲方把钱一还，剩下的呢就落到自己口袋里，然后呢就跑路。给这些韭菜们随便交代一下，他们亏了死了活该他们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股权融资。股权融资的泡沫虽然小一点，但是事情的主控权基本上是在资方手里的。那资方为了回收资金，也会想尽办法的去坑韭菜，发土狗跑路盘什么的，逼着项目方去割人。项目方不割人的话，那人家也可以以你违反什么股东协议为由，把你告得个倾家荡产。而且就算是发诈骗盘、发土狗盘，把人割了以后，反正最后的锅是项目方背，明白了没？背后的资方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但是呢，把人割了以后，这些钱是要优先还给资方的，听懂了没？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作为一个项目方老板你现在想找哪个机构融个钱，拿来这些钱不是白给你的，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这些钱都是有代价的，听明白了没？那至于这些所谓的看着高大上的，今儿融了几千万，明儿融了几百万的那些所谓的牛逼项目方，为什么到最后都没下文了？现在你们能想明白了吧？而且在这中间其实项目方也会做一些虚假的预算报表来骗取资方的资金。比如说他今天做了个活动，花了1万块钱，他就会报花了10万块钱；他花了10万块钱，他就会报花了100万块钱。总之呢，就是一个泡沫圈子，你骗我，我骗你的。尤其是在币圈没有法律监管，没有合理的流程，没有章程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听明白了没？他们要把这些钱你洗我，我搞你给弄掉。总之呢，最后呢，还是咱们韭菜接盘。这帮人里面是没有想做事儿的。你比如说做项目、做软件、做游戏，太累了，出力不讨好。你做一个东西要花几个月甚至1-2年的时间，然后呢别人还要觉得你是不是跑路了，你是不是没好好做？那你还不如说直接发个土狗，把这些人钱一吸，直接给这些人来一刀痛快的该死的死囚，对不对？吹个牛逼，做个 PPT， 然后把韭菜一收割，对吧？半个月、1个月、2个月就完事儿了，是不是然后赚你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对吧？赚到那些什么买豪车、豪宅、游艇大钱，是吧？而且区块链还是匿名的，你法律责任上面你也很难追究它
所以说，在币圈的什么机构融资呀、大资本站台的这些话，也就骗一骗文化水平偏低的币圈傻逼们，明白了没？而且我告诉你们啊，这些所谓的他融资了几千万、几百万，这些钱啊，有可能都是无中生有，给你凭空吹牛逼的，就是为了让你信的。各位，币圈的傻货们啊，真的是没有逻辑。他们看一个项目啊，不看这个项目的价值在不在于它有没有服务、有没有产品，反而要去看它融资了多少钱，有多少资本机构给它站台。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项目融资越高，其泡沫和资金成本也就越高，它就越得要割你，明白了没？啊，它融资的越多，它的这些利息呀、资金压力呀、还款的成本是从哪儿来呢？从他身上来还是从你身上来呢？傻逼，听明白了没？还整天要看，哎，这个机构大资本站台，那个机构大资本站台，割的就是你们这些傻货。好，来再说一下，今天我要给大家公布的一个白嫖的，能让大家零撸的一个网络赚钱的好福利啊！我今年最看好的项目方，那就是 Space Guild， 大家都知道，老观众应该都知道。那这个项目方啊，他一直是宣称自己零融资的啊，也就是说，他做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自掏腰包的。他目前已经做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包括 Web3 区块链社交平台 Token Talk。里面集合了 Twitter、K 线、市场行情分析、小视频、私密群聊、朋友圈分享等等多种多样的功能，而且你还能拿这个东西赚钱，比如说加密货币打赏呀、广告费赚取呀、分享赚取等各种各样的网赚功能。然后呢，就是这个项目方目前还公布了4款链游，其中包括 3D 建造塔防对战游戏 War Cyndia。卡牌对战游戏 Internal Brawl， 大型多人在线游戏角色扮演类的 Cyndia 编年史，以及主打轻松休闲的网赚游戏 Boom Park。大家也都知道，做一款游戏至少需要几百万啊！你们看看那些什么个垃圾公司，光靠一个网页就能融资几百万、几千万美金，就知道了我刚才给你们看到的这个公司有多大的实力了。你能看到它至少有4款游戏和一个大型的 Web3 区块链媒体社交平台。来，各位观众，我们来算一笔账啊，算一算这个公司做了这些东西需要花多少钱？4款游戏加一个大型的媒体平台，一款游戏我不算多吧，就按照200美金的制作费用来算，不多吧？做游戏做软件有多少钱？你们自己可以去问一问澳洲的游戏开发公司就能知道了，对吧？面具人我不告诉你们多少，但是呢，你随便问一个澳洲的游戏公司就能知道，做一个游戏软件至少都得花几百万美金。我说200万美金都算是说少的了，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5款软件下来至少都要花1000万美金了。哎，这个项目方他声称自己是零融资、零借贷，那就等于说这1000多万美金都是他自己出的，而且呢，有可能他出的更多。因为我们是往低的算的，那各位观众，你们想一下啊，这个项目方敢零融资，同时呢又开了这么多的软件的生态，做了这么多东西，那他背后的老板、背后的金主真的是深不可测，而且人家也确实是爱这个行业，不然的话，他不爱这个行业，他不可能是自掏腰包去做这些事情的，他肯定也都会像那些传统的土狗项目方一样。找几个老板融一下资，然后呢给你们画个大饼，吹个牛逼，把你们一割，人就跑路了，对吧？各位观众，你们刚才看到了这些视频了，我说的这些游戏随便哪一款单独拿出来的可玩性、故事性、画面感都是吊打市面上的任何链游的，你们说对不对？各位，你们还要想着这个公司它没有借贷，没有融资，所以呢，它就没有资金压力，没融资没借贷，所以它就不会去割韭菜，因为人家是爱这个行业，人家想把这个事情做好，而不是说画一个大饼，弄个图片，弄个 PPT， 给你们吹个牛逼就把你们的钱骗了。人家项目方牛逼还在于人家生态还不分开，人家实在的很。
你比如说像其他的项目方发了一个项目了，发了一个币了，割完了以后，直接就可以换一个皮，包装成另外的团队，再发一个项目，再出来割，对不对啊？你完全可以做好几个项目，完全可以分开，一个割完跑了以后，再来割一个，再跑了，对吧？反正你又不知道背后的老板是谁啊，背后的团队是谁，是不是？Web3 区块链都是匿名的，它完全可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往后割，但是人家 Space 项目方啊，承诺了，它所有的游戏平台媒体都是共通的，只用一种币，他们不会滥发，这就是它的格局，明白了没？项目方自己同时做了好几个项目，但是没有说发一个项目割一波就跑，发一个项目换一个皮割一波再跑，对吧？人家就一直在打造全平台全生态。社交媒体、娱乐、聊天、广告、分享、链游，全部都算上。你说这种项目方他割韭菜干啥嘛？哦，割你韭菜那几千 U 几万 U， 哎，你们有没有算过账啊？项目方他自己花出去做游戏、做平台的钱都不止这些钱了，而且人家并不是吹牛逼啊，人家是真真正正的把东西做出来了，你亲眼能看到，游戏你也能下载。并不是说市面上的那些加密货币项目方，哎，就只有一个网站，就只有几张图片、几个 PPT， 明白了没？那是骗人的。所以说，格局打开，他要想骗你那点钱，他早就骗了。他做了那么多的软件，那么多的平台，随便拿出来一个换一个皮，不就照样能割了？咱们 Space Guild 啊，太空公会是要做2023年的头牌。区块链应用的头牌，区块链游戏的头牌，而且他也有这个实力。那他没这个实力，他能做到零融资，然后做了5、6个游戏，一个大平台啊？你随便在区块链行业里面去找，有哪一家项目方能做到的？好，最后再来给大家揭秘一下我开头说的零撸福利啊！真的，你们要抓住这次机会了，你们抓住这次机会，就能零成本、零投入的赚到钱。好，我给大家公布一下 Boom Park 啊，这个游戏现在就能下载，不是忽悠，不是说拿个什么 PPT， 拿个什么图片给你画个饼啊，项目方在开发链游，在做游戏，在做生态，在做应用，不 ，Space Guild 人家现在旗下的多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聊天软件，包括链游，都是可以下载和使用的。啊，然后呢，你们下载进去了以后，参加任务，做完白名单的活动，就能白嫖稳定币了。那至于具体怎么弄，怎么样能拿到这个钱，我在节目最后会教你们的。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游戏的玩法啊，它的玩法很简单，就是两边人拉抛物线，打子弹对射，就跟打雪仗差不多啊。谁拉个抛物线，啾一下打个子弹，打个炮弹打过去了，把对面全灭了，砸死了，谁就赢了。这个游戏有3v3和5v5，还有1v1的模式啊，很像原来的那个很怀旧、很情怀的游戏《疯狂坦克》啊。那这个游戏上手简单，人人都能玩，而且不需要语言基础，并且它能赚钱，还是稳定的让你赚钱啊。那至于怎么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白皮书啊，直接就来看它的这个经济模型啊。它的所有的平台的通用币是 USDS。那这个是稳定币啊，一听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币呢是 Space Token， 这个是不稳定的币，有涨有跌。而且这个币呢会在第2赛季中引入。那这个 Space Token 是可以用于强化炸弹坐骑呀、炮手呀，包括炸弹的突破功能、装备的锻造功能啊。强化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们看到了4个技能，每项增幅最高是20%，最低是负的20%，每个技能都是单独计算的，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强化出有高有低的，也有可能会强化出清一色都是增强的，就像图中这样的全增长啊，那这就是极品强化。每次强化呢都需要消耗 Space Token 啊，这个强化的消耗是在第2赛季引入。可能他第1赛季还用的是稳定币，那至于他为什么先要用稳定币啊，这个我等会儿给你们揭秘啊。好，我们继续向下看啊，剩下的货币就是什么金币、钻石、能量啥的，那传统手游有的它也都有啊，这些都是老黄历了，都是游戏内的道具，你可以用 USDS 和 Space Token 来兑换。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太空票，这个可非常有意思了啊。
这个玩意儿呢是1:1兑换 USDS 的，也就是说它是1:1兑稳定币的。玩游戏呢有一个竞技模式，竞技模式是需要押宝太空票的，赢者通吃，也就是说你输了，你的太空票就没了，被赢家给赢走了。但是呢，如果你玩得好，你就能赢别人的太空票。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没有泡沫的，它并不是说你输赢你都能拿到钱，那这就说白了是庞氏骗局嘛，坑爹的啊。那像咱们 Bone Park 这个模式啊，更像是传统的竞技游戏啊，有押宝，有输有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没有泡沫的。一说到这个太空票了啊，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说的零撸的白嫖的福利就来了。你现在去参与官方的白名单活动，积分达到前500名，官方就会赠送你太空票，最少5张，最多40张。那你有了这个太空票，你就可以去游戏里面赢钱。如果说你玩得好，操作技术很风骚，你完全可以用5张票去赢几十张，甚至上百张。这些票可都是钱呀，是可以提现成 USDS 真金白银的。各位观众，这可是大家的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赚钱机会哦。那我说到这儿了，可能会有些观众有疑惑了啊，他们会想，如果说我的券用完了，我还想玩，那我该怎么办呢？来，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的券用完了，你可以玩休闲模式呀，不用花钱，一直玩啊。或者呢，你说你想赢钱，想赚钱，你要么你自己充一点券，买一点券，或者你可以多多关注官方，参与官方发放的任务，也能领取到免费的券。又或者呢，你直接氪金啊。你直接充钱买券，然后呢，你就可以继续玩竞技模式了。如果你对你的操作很自信，你玩的比别人好，那你就能赢别人的钱嘛，这有啥好说的嘛？是不是啊？就跟你打麻将、打台球、打高尔夫球、打篮球是一个道理啊。各位观众，我说了这么多，我跟你们讲啊，我觉得这个项目方非常聪明的点在于，他现在主推的是 USDS 啊，所有的玩家都先用 USDS 稳定币，那么用稳定币你就不会面临下跌亏损的风险啊。你想存稳定币了存，你不想存了，你也可以把稳定币提出来兑现，或者是换成 USDC、USDT 都可以啊。那一旦用了稳定币了，玩家们没有风险了，玩家们就可以安心的玩了，就能留住玩家，玩家的人数就很容易增长。当玩家的人数增长了以后，人家项目方的信誉也建立起来了，再加上他日后会陆陆续续的出更多的游戏社交应用，增加更多的实用性应用场景，然后呢，他在第2个赛季再推出不稳定币的强化用途，就直接可以将重度玩家和轻度玩家分开，专业玩家和休闲玩家分开。喜欢追求高强化的专业玩家靠这个赚钱的，可以去强化，可以去买 Space Token 去进行强化，强化了以后呢，胜率就高了，赚的钱也就多了，赚到的钱呢也还都是稳定币，赚1块算1块，你不用担心你今天赚的钱明天就腰斩了，下跌了没有了。那至于休闲玩家呢？休闲玩家可以定期的去参与官方的一些活动，白嫖一些券儿，或者呢自己少量的买一些 NFT 的宝箱呀、券儿呀之类的，少买一些券儿，让自己在一个平均水准当中，也能赚到钱，一天少赢个几把也是可以的。那毕竟嘛，这个东西很公平，你要做专业玩家、职业玩家，靠这个东西赚钱。那你赚到的也是稳定币啊，没有啥风险，那你就可以强化跟别人打输赢嘛。如果说你就是随便玩一玩啊，输赢也就无所谓了，对不对？而且各位观众，我告诉你们啊，这个项目方更聪明之处在于，它在第2个赛季还会推出征战模式质押，你可以通过质押 USDS 获取固定收益的太空券，那这也是没有风险的啊。虽然利息比较低啊，可能也就是5%、6%、7%左右的年化，但是它会给你大量的太空券，你拿到了太空券，你还是可以赢钱啊。赢了以后你就赚得更多，输了你也不亏，对不对？毕竟是利息嘛。而且这个利息5%、6%、7%的年度膨胀，是个正常公司也基本上都是能接受的。再加上公司的盈利渠道有很多，比如它的广告、它的增值服务收费、它的社交媒体的流量、它的游戏道具的销售，
完全是可以把这个钱作为补贴给你们，让你们去换券啊！你质押了以后，你拿到券了以后，你能赢别人的券，是不是啊？你在里面玩，一天赢个3、5局、10几局，你也赚不少钱呢，一局赚个30，10局赚个300，是不是？而且项目方定期会用一部分玩家的充值强化的钱，比如说什么 Token Talk 呀，里面的生态广告的福利，只要公司赚钱了，他就会把这个钱用于生态的建设，而不是说自己卷钱了就跑了，割韭菜就没了。他也不需要用这个钱去拉盘砸盘，做那些无意义的事儿。这些钱就是用来商业扩张的，搭建自己的服务，搭建自己的销售，搭建自己的产品。他会用这些利润作为推广奖励，奖励太空券给玩家，让玩家拿到这个券以后去赢钱。这样的话，中低端的玩家可以定期的做任务，分享拿到免费的券，也就相当于自己有赚钱的机会，并且呢，也可以去陪玩嘛。那这些中低端的玩家给那些高强的玩家被他们虐嘛，给他们找存在感嘛，这样流动性也有了，对不对？而且各位，你们要记住，项目方的 USDS 包括 Space Token 啊，可不只有一个应用场景啊，他们有很多的游戏，但是他们发越来越多的游戏，都是为了辅助它的币价、它的生态、它的应用、它的商业价值。他绝对不会发一个新游戏就发一个新币割一波人，发一个游戏发一个币。项目方承诺了，始终只用一种平台币加一个稳定币啊。你求稳你就用稳定币，你想博一下高收益的话，你也可以用 Space Token， 任你选择，是吧？这就是人性化。各位观众，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啊，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在前年的时候推荐的那个现象级的爆火的链游叫做阿谢啊。老玩家们，你们现在把阿谢的商业模式、它的生态价值和咱们 Space Guild 旗下的这些游戏商业平台去对比一下，孰高孰低，一比便知嘛，是不是？那就阿谢的那种样子，它还能有那么大的增值，那咱们的这个平台呢，你自己可以想象，是不是？而且还有面具人，我一直在站台。好，我们接着讲啊。那个白嫖和零撸的入口，我等会儿再给你们公布，在节目最后再给你们公布啊。你先听我把话讲完。我想来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预售活动啊，增值前景很高，而且呢很划算。它的炸弹宝箱目前是卖100 USDS、USDT、USDC 一个，说白了就是100 U 一个。各位观众，100 U 一个不贵吧？如果你们觉得100 U 一个宝箱很贵，别担心。它这个事前销售有巨大的优惠，为了推广自己的 USDS 生态稳定币，你现在一次性购买10个炸弹宝箱，它就会返还给你800个 USDS， 等于说你直接回本了80%啊！然后呢，你还获得了10个 NFT 宝箱，也就是说你只花了20%的钱，得到了5倍的收益。而且呢，如果你不放心它这800个 USDS， 你立刻就可以把800个 USDS 兑换成 USDC。各位观众，你们能算明白这个账不？等于说100 U 一个宝箱，你一次性买了10个，官方直接返还给你800 U， 相当于你原地回本了80%。然后呢，你还得到了10个 NFT 宝箱，以后玩家多了，或者是预售结束了以后，你随便卖掉1、2个，你就回本了。剩下的宝箱呢，你卖的越多，你越是纯赚，明白了没？而且面具人，我作为老的 game 玩家啊，说实话啊。现在什么剑与远征呀、炉石传说呀、米哈游呀，还有各种各样的抽卡游戏，原神是吧？他们的一个宝箱都要卖100多美元啊！而且那些还不是 NFT， 那些是官方项目方的资产，最终解释权归官方所有。咱们的这个宝箱呢，你现在就相当于20块钱买了一个，或者说呢，你100块钱买，直接原地回本80%，你还怕啥嘛？各位，你们看好了，官方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宝箱中包含6张 NFT 卡，45%的概率能直接开出坐骑，7.5%的概率能开出炮手。而且你一次性购买10个炸弹宝箱，官方还直接送你30个太空券。那你还可以用这30个太空券去在游戏里面对战去赢钱。你拿30块钱可以再赢60块钱、90块钱、100块钱、200块钱、500块钱。
你能赢来都是你的本事。那么也就是说，你参加了这个预售，一次性回本了80%，你得到了10个宝箱 NFT， 然后呢，你还得到了券，你还能拿这个券去赢钱，赢完了钱了以后，哎呀，直接给你回本了80%以后，你随便卖一点还能赚钱，然后你拿这个券，你赢了钱多了还是你的钱。各位观众，划算不划算？活动结束之后，炸弹箱恢复原价，不再赠送 USDS， 也就是说，预售结束了以后，炸弹箱就原地翻5倍，变为100U 一个了，不给你返还任何 USDS 了。如果说你有白名单的话，你更划算啊！白名单是赠送820U 和5到40个太空券。那么各位观众啊，每个宝箱能开出来6个 NFT 啊，也就是说你手里面的筹码会更多，而且呢还有概率能直接开出来坐骑，还有炮手，这些都是很稀有的东西，明白了没？哦，对了，还有很重要的重点，你们继续看这句话啊。为了保证玩家的权益和平台的健康发展，炸弹箱每年只发售4次，相当于1个季度发售1次嘛。每次都是限量发售的，每次发售价格是从100 USDS 的基础上上浮5%，也就是说每年有20%的增幅。官方说了，我们不想过度的炒作市场，为了游戏的长期的健康发展，我们会刻意控制我们的售价。在正式销售之外呢，你获得心爱的移动炸弹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 NFT 交易市场。也就是说，官方虽然说会有一个指导价，或者说是隔一段时间做活动，每年只有4次机会，而且官方能放出来的量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只是做个样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东西涨了，你们想买赶紧买，抢购一下。那至于买完了买不到了，那你只能说是在 NFT 交易市场去买喽，跟这些玩家私下交易喽，只能是更贵的买喽，对不对？所以呢，项目方的这个有松有紧，收放自如还是非常好的。收放自如嘛，习近平都说收放自如了，对吧？如果坦克不够卖，官方有指导价，毕竟要有新的玩家进来嘛。新玩家可以，比如说官方推出一些活动，让他们能买到比市场价更合理的。但是呢，现在已经是5倍了，对吧？啊，你参加预售了，你现在是给你回本80%啊。以后卖就是直接翻5倍，所以说咱们早期参加的怎么都是赚。那至于以后大家要来买的，那就是100的5%上涨，100的5%上涨，越买越贵。官方来控制，当然他也不会说让它急速的膨胀啊。不过 anyway， 私人市场里面，那至于你们要卖多贵，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我们现在参与啊，20U 买1个宝箱，里面有6个 NFT， 太划算了。而且这个游戏已经做好了啊，大家现在是可以直接下载的。等预售结束了以后，大家就可以进去撸钱了。而且人家官方不怕撸啊，它毕竟是竞技赚钱，不是那种无中生有的无限挖矿的庞氏骗局啊。项目方倒不怕你把它撸爆啊，人家项目方游戏多得很呢，生态多得很呢，人家的这个生意很有自信，能赚钱，人家有各种类型的游戏，各种各样的广告平台、社交媒体平台、聊天平台、聊天软件啊，就这种项目方，来，各位观众，你在币圈给我能找出来第2个吗？是不是？哦，对了，我给你们提醒一下啊，这个项目方它现在的销售活动啊，还有4个非常珍贵的 NFT 是很难获得的，就是它的这个4大元素领主。4大元素领主呢，是可以给未来的这个炸弹呀、炮手呀去附魔的，而且4大元素领主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4个移动炸弹，包括风元素、火元素、水元素、土元素啊，图片你们都看到了，是不是？而且官方说了，在第2个季度、第3个季度的版本，一个大更新啊，叫做元素叛乱当中，元素领主将会扮演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而且我听说啊，是这个元素领主可以给以后的坦克增加元素属性，比如说在防御端增加一个波涛铠甲呀，或者在攻击端给你附魔一个火属性攻击啊。这个收费是由元素领主的主人来决定的，明白了没？如果说你有这个元素领主了，你就是有了一个下金蛋的鸡了啊！
那获得元素领主的方法只有参加这次事前销售活动才能获得，每铸造100个宝箱，当然了，官方还是会返还你80%的 USDS， 等于说你还是没花多少钱啊。但是你能获得一颗元素碎片，就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元素领主。这个元素领主以后你可以用它持续的给游戏的玩家里面附魔、强化去赚钱。附魔元素攻击，比如说你得到的是土元素领主，你可以给别人附魔土元素攻击、土元素防御。听明白了没？这4个元素是相生相克的啊，这就更有意思了。还有呢，就是在宝箱持有量排行榜的第1名啊，是可以应邀啊，有出国的机会，是可以被，应该是他们项目方给你发送一个 offer， 邀请你去他们项目方的公司去参观，而且设计整个游戏独一无二的定制英雄，就是 Bone Park 星球的总统。看人家这个项目方实实在在啊，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有自己的公司，人家还跨国邀请你来参观，和他一起工作，是不是？那至于第2名到第5名啊，前4名是赠送4颗元素宝石。那4颗元素宝石，你运气好的话，能直接各合成2个，你能合成到2个元素领主。那5到10名呢，是可以直接得到一个完整的元素领主。啊，这是针对一些消费的活动，当然了，它的这个消费也很划算。毕竟要给你回本80%，你花1万块钱都给你退8000块钱回来，还有啥划不来的？是不是？各位观众，这么良心的项目方，能做这么多事儿的项目方，能给你带来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的项目方，你在币圈你能找到几个？我估计也只有 Space Guild 了吧， Space 公会，是不是？好，说了这么多，我要公开了如何能得到他的这些零撸白嫖的奖励的方式了。他项目方目前在 Token Talk 和 Bone Park 里面都公布了很多零撸白嫖的活动，你只要参与，你都有可能，不对，基本上啊都是能拿到钱的。各位观众，活动的参与入口啊，包括这一次的 Bone Park 的白名单任务的网址和链接入口啊，我会放在留言置顶区。还有呢，我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这个游戏以后上线的一些玩转指南、攻略策略、赚钱方式的交流群。那这个群的链接我等会儿发在留言区。好，各位观众，剩下的好东西呢，赚钱的方式呢，你们可以在这个影片里面去找一找。这个游戏好不好玩，你自己看。祝你好运，再见。Imagine a world where you can bomb as much as you want. Blowing up and destroying anything you want without worrying about being caught or thinking it's wrong. Instead, you get rewarded! Welcome to the most explosive and competitive playground, the place where you'll find the most famous and incredible bomb battles in the universe. Ching, ching! Welcome to Bomb Park! The site where the best players are rewarded! Join the best bomb battles with their combat troops that are ready to fight for you. Choose wisely and discover their abilities. Win battles and make a hefty amount of money with Animal Gunner, Fantasy Gunner, Mechanical Gunner, Plant Gunner, Future Gunner. Win bomb battles to obtain rewards and competitive coupons that you could exchange for USDS. Wow! Open your treasure boxes to obtain the precious mobile bomb cards. Cha-ching! All the mobile bomb cards are NFTs that can be traded freely at Bomb Park.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Shoot bombs and earn money today! Bomb Park is another incredible play-to-earn game, part of the Space Guild Metaverse. What else can you ask for? Join the fun, join the tribe, and join Bomb Park today! All the bomb is in,